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5月23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和你的风格相匹配，对你的投资是有帮助的，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新的内容。纳指在重要的支撑位18903点上方出现了倒形反转。连续7天的巨头轮动拉升，成交量却在变少，浓厚的观望情绪等待市场给出方向。到底是回踩支撑位不破，在原地起跳呢，还是利好出尽，机构出逃避险？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牛市中的回调呢，并不是末日啊，但盲目追高一定是深渊。马斯克呢，在 CNBC 采访中确认，特斯拉将在6月底前于奥斯汀部署 Robotaxi， 并透露正与英伟达、AMD 合作芯片采购。消息一出呢，特斯拉股价逆势上涨了 1.89%， 成为纳指重要的推手。但是有趣的是呢，特斯拉在纳指的100指数的权重里面，却从 4.9% 呢降至 3.9%。这背后是纳斯达克的再平衡，规则限制呢头部公司过度影响指数。究竟后续是如何从消息面与技术面相结合的方法去判断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这个图表当中呢，我们看到啊，特斯拉近期呢，它会在一个这个比较窄幅区间的一个震荡啊，会比较这个明显，而且呢，已经来到了一个第7天啊，昨天是第7天。那我们看到呢，昨天其实呢，特斯拉它有一个这个低开高走的一个这个走势，并且呢，它还是在一个这个我们的之前提到的一个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里在一个运行。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由于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利好。那么在这个视频呢开头呢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就技术面而言的话呢，现在我们从一个大的一个这个走势来去看的话，现在特斯拉它还没有跌破我们的一个这个关键位而且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近期呢我们还是要观察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一个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呢，其实是比较详细的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财生的一个这个内部会员课程里面呢，会有给大家讲，就是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独有的一个基因是什么基因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那么这个战法呢，其实现在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特斯拉的一个第8天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看到这一轮呢是1、2、3、4、5、6、7，已经是到第7天了。那为什么会提到它的一个第8天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关键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讲到一些这个回顾之前的走势呢，去有助于我们判断现在当下的一个行情。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基因呢？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特斯拉它在久之前的一个这个走势，也就是说其实呢它的上行但这个大阳线呢其实是这个屈指可数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然后呢近期的这个是第3个。我们去看一下第二个它的一个这个涨幅呢在9.8%，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了。那么它接下来的一个连续的调整呢，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是出现过这个8天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的第9天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我们再往前去推算它在这一天的一个这个大阳线，大家应该还记得22%的一个阳线。那么它后续也是通过8天的一个这个走势来去消化掉，并且就在这一根 K 线呢出现了一个拉升。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其实呢回顾以往的一个走势的话，那也就是上个月的一个走势会看到其实特斯拉呢它在这个走势当中呢是非常稳健的这一轮拉升，而且是步步为营的。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过程现在呢又来到了昨天没有跌破，对吧？没有跌破我们之前画的这个区间这个是328元的这个区间。所以说其实呢现在从这个大的我们之前一直讲过看大做小，对吧？那么我们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周期的话，目前它在这个战法里边还没有跌破。那么我们也去这个盘前的一个播报呢来去给大家看一下那么 Lucy 呢，在5月20号已经开通了我的一个这个频道的这个行情广播会在盘前呢去通过文字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去讲解一下这个特斯拉还有这个纳指还有英伟达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特斯拉的话，我们昨天那个文字版有讲到，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超买还没有确认。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重点盯这个承压互换线328.5块。然后呢，我说今日这个进入单阳不破战法的第7天。
如果说啊，它要是这个没有跌破啊，我们还可以去再看一下。那么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说，如果它真的跌破了，或者说这个散财童子已经确认的话啊，我们有指标的这个财商朋友，如果说它出现这个已经确认，那么我说短期的一个这个仓位啊，还是这个要离场的。当然大家肯定会听得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日线上来看的话，目前为止它现在呢还算是一个安全区域。这个是这个行情播报。那么可能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啊，因为我是刚刚更新的啊，所以呢咱们的一个这个订阅粉丝啊，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获取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赶紧去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啊，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啊，然后呢去获取这样的一个链接。同时呢，咱们的Lucy 的订阅粉丝呢，现在啊又给大家呢去增加了一项，就是我们的一个行情播报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还是照旧我们的一个这个新的订阅粉丝呢，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阳光财道的内部的一个财政课程，是 Lucy 主讲的一个美股洞察。现在呢是这个香港时间的一个下午5点钟啊，去给大家去做一个盘前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分析。那这里面呢会包括讲到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个走势啊，包括我们会用什么工具啊，比如说用到了这个期权的一个这个方法呢，也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去提及。另外 Lucy 呢还有一个这个3金共振战法的一个战法呢，是涉及到这个指标的一个设置。那么这个咱们的新的粉丝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去领取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到这个 Lucy 的订阅粉丝的一个这个福利啊。所以说现在呢特斯拉其实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最近它的一个这个选择方向。当然我们的一个标准呢也会写在这个我们的盘前播报里，大家也要知道具体我讲的这个关键的点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是对特斯拉的分析。当然呢现在目前为止其实从 MACD 上来看的话呢，现在是有一点点出现了一个这个滞涨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也是由于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原因那么特斯拉呢近期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这个质量呢比较强势，如果说它出现一个回调的话，刚好是我们再去上车的一个点，所以呢我们紧跟今天第8天的一个走势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英伟达的这个上行过程中呢，现在也是遇到了一个同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它现在呢，我们看到股价呢也是连续的一个7天走势呢是没有突破掉我们之前有去看到的这个135的这个压力位，所以说在这里呢挣扎了几天，但是呢它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呢会比较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去怎么分析英伟达它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行情播报里面有提到过其实呢这个英伟达它的一个关键阻力位呢是在这个大阴线的135这里。那如果说没有站上，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2天就已经没有站上了，而且呢是盘中出现了一个这个冲高回落，那么确认上影线又多。那么在这一天的话呢，它也确认跌破了周一的一个大阳线的一个底部。所以在这个操作上，其实呢我有提到过说，如果说它跌破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短线止盈离场。那么在这个分析呢，其实Lucy 也有在这个我们的会员视频里边有这个提到Lucy 近期呢有做过一节这个咱们的一个会员专享的一个视频。那么在这个视频里呢，其实有专门提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并且呢这个里面会提到一些这个 option 的一个这个实战使用的一个方法。想了解这个期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会员的一个这个视频。那么这里边有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讲解。所以在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这个回调现在呢是属于一个十字星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如果说波段止盈离场的话，那我们的正股呢要等到它的一个黄金分割呢61.8%的一个支撑位再考虑入场，而且呢是要等一个次阳。那么这个就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近2天它的一个走势呢就会比较这个符合这个 Lucy 之前的一个预判。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最高有冲到过137.4，但是这个很遗憾它没有站稳，而且呢盘中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断崖式的下跌。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影响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呢，可能是由于这个美债会影响到科技股的一个这个走势其实英伟达它昨天的一个十字星走势并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落，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担心的这种大阴线的一个走势呢，它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没出现不代表不会出现，所以说这一段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这样的出现一个探底之后呢又拉起来那个十字星，但是没有办法它遇到压力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所以说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毕竟英伟达它的一个反弹，我们要知道这一轮反弹就是从这里开始算的话也是96块涨到了137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涨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调一调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等到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是英伟达。当然呢在处
处理细节的过程中呢，其实 Lucy 有在这个我们的内部财生的课程里面有讲过啊，说如果他这一天没有确认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其实呢，我是在第二天啊赌到了这个 put 的单，那么我也提到了，我说我在135的时候去开了一个 put 的一个对冲，它的一个这个涨幅的话，当日的一个涨幅会达到124%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对英伟达短期细节的一个判断。当然，如果说从这个位置啊，它再出现这种小 K 线、小 K 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那么 Lucy 也会在我们的财生内部课程会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 K 线的话，我们要如何通过 option 来去处理。那么这个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纳指啊，目前为止它在我们之前这个课程里面讲到的这个撑压互换线呢，它现在啊在濒临危险的一个区域。那其实我们从技术分析上呢，这里会给到大家讲啊，它近期的这一段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是有一个小圆弧的一个走势，也就是啊看出它有一点倒型反转的一个走势。那么昨天呢是非常关键啊，死死的通过十字星呢守在了这个位置。其实这个点位呢基本上没有差多少啊。我们在这个昨天的啊这个行情播报里面写的是它的一个这个评级下调啊，导致的这个美债的一些被抛售的一个情况的话，影响到了我们技术面上纳指出现的一个冲高回落。那么收盘跌破近期多空分界线，这边是18906的一个支撑的话，那么这条线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条撑压互换线。那么确认短期呢回调已经开启啊，所以说本轮的一个这个反弹啊，我们有在这个课程里面讲过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画了。那么课程里面就会说到啊，本期反弹的一个高点呢是80.9%，其实呢纳指它的反弹是非常强势的已经，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它回调的话，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的话，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下方啊61.8%这个位置，它是否会出现一个强支撑。那么这个是对纳指的一个文字版的描述。那我们来看一下图形究竟是怎么样的。首先呢，去看一下啊，它的一个这条线啊，我已经在我们的内部课程里面去讲过啊，18906了啊，没差这个两个多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它这条线就是我的一个参考线。那我们看到了它昨天的一个收盘呢，就是在一个十字星啊，非常纠结的一个走势呢，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它虽然3天是站上了这条线，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的拉升确认。那么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这个横的时间就有点太长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失败。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周一的那一根 K 线呢还算是啊比较顽强。我们在这个周三的时候就跌破了这一条线，就如果说按照 Lucy 的分析的话，这一天就应该先止盈离场了。那么昨天呢也是一个这个分歧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成交量呢它是一个缩小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的资金啊，不管是散户的一个这个做多情绪也好，包括这个机构啊它的一个短期避险也好，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啊观望的资金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它调一调还算是好一些，因为它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大家可以看到了它的一个反弹的质量，我们刚刚说反弹了80.9%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势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调一调的话，我们还算是有一个进场的点。那毕竟啊，这一个大的一个缺口现在呢还扛在这里，那么它需要被消化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它回踩，第一个缺口是这里，就是18710点，第二个缺口才是到这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是给出一个波段的一个建议。那么这个就是纳指，但是我们看一下啊，它的一个 MACD 啊，现在是非常非常接近一个死叉，但是呢，现在它没有出现啊红色的柱体，那现在的一个这个走势就非常关键了。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英伟达也好，特斯拉也好，它要是出现回调的话，那就是说它缓缓的这样的一个小 K 线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受的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这个操作，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只能等。所以纳指呢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判断，但是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它在这个区间啊回落去调一调震一震的话，那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啊会涉及到哪个标的。大家猜到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啊 SQQ 的一个走势。这张图表呢是 SQQ 的走势。那我们昨天啊有去观察到这个内部课程里面啊有提到了这个 SQQ， 如果说纳指啊它的一个回调，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一个这个做空的啊一些标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SQQ 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选。那我们来看到它到底是不是啊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它现在呢 MACD 出现了在这个弱势区域，也就是0轴下方出现了一个这个金叉，包括还有绿色的柱体，这是我们昨天在盘前啊就有看到过的，也给大家讲了。但是呢，它现在啊在这个周一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个这个白色的超跌的一个低点。那么这个白色的一个 K 线的话，我们有讲过啊，它是一个这个信号，就是超跌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它能这个通过一根站稳的一根 K 线啊去这个确认的话，那它这一个点就是一个买入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要再去配合啊，既然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组合，我们接下来呢再去交叉印证一下啊，这也是我们
课程里面有提到的，教过大家去看一下共振的一个机会啊。那它用哪个指标来去看共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特色指标现在呢在低洼区，包括黄色的一些这个区域呢，它是出现了长久以来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开始能看到它出现了一点点，但是呢经过这个3周的一个这个沉淀的话，现在目前为止呢它的一个区域会变得比较大。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你还没有去参与 SQQ， 或者说你现在即将要去参与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它能否出现一个机构的一个低吸，机构低吸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绿色的柱子这就是机构进场了。然后呢，它这个粉色的线如果能出现一点点小的一些端倪的话，那其实 SQQ 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上车点。当然，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内部的一个课程再去分析，因为我们的一个课程是在盘前嘛，它会有一些这个迹象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去这个一起去跟踪一下。纳指的一个分析就到这里，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